现在把这个音乐关掉了，大家可以根据屏幕上方的工具提示做好相应的准备，好不好？咱们声音和画面一切都正常吧？声音和画面一切正常，我们先敲个数字1，好不好？都正常，对不对？好嘞。今天我们要画的这个内容啊，就是这张枫叶秋林的感受，对吧？它这个落款写的呢叫秋林剑瀑，整个画面上方啊就是一条啊宣泄而下的白色的瀑布，对不对？被两侧的这个山石呢相互映衬啊，非常的急促，而且呢这种画面的动感很强。在这个山石的底部，对吧？还有这种间隔的溪流或浅滩啊，画面呢非常的丰盈，一刚一柔，是吧？一动一静，然后再贴合着我们这丰茂的树叶，非常适合，比如说我们秋季或者说初冬时节的这个画面的景象，对吧？那可能对于北方的小伙伴来讲感受不到，是吧？都被风刮得光秃秃的，都看不到到底还有什么，是吧？但是南方的小伙伴应该都还能感受到这个初冬的这个颜色，对吧？好，那么对于这个画家呢，我们做一个简单介绍。这张画就是这个黄君璧他所绘制的这个一个小品吧，算是一个4尺4裁，可以把4尺的纸张对裁，是吧？4遍，然后大概的一个大小就可以了。它的画面的上面，我们刚刚讲到了哈，它比较强调画面整体的这种空间和体积的一个视觉效果。那同时在用笔上还是有传统的这种笔墨的味道啊，传统的笔墨的味道。再一个呢，颜色的装饰感上面呢，它还是使用的比较简约的。所以对于我们很多初学的小伙伴，对它画面的一个感受也好，还是实际上手来说也好，它都是比较友好的，都是比较友好。那对于它的画面，我们说比较强调这种空间和体积感，所以它的画作往往很有很强的写生性，是吧？写生的感受具有更强的一种活力，或者说这种灵动的感觉啊。好，再配合这丰茂的树叶呢，高山流水的瀑布，带有一点呢我们说朴秀多姿，而且呢清新俊秀的感受。画一张比较直观的画面啊，对于很多小伙伴来讲，应该是心生欢喜的，是不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带大家一起来动手感受感受了。右侧是咱们的工具提示，大家做好相应的准备。接下来我要调转镜头了。好嘞，来，好的，各位小伙伴，能看到我的双手吗？能看到我双手，来敲2个数字5啊！大家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大家早上好啊！好嘞，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啊！新加入直播间的小伙伴呢，可以点一下左上角头像的关注啊，点关注不迷路，以后我们每一次直播都会给大家提醒啊，都会给大家提醒。好，然后我们今天会用到的毛笔，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哈，简单的介绍一下，比如说用到我们的这支狼毫啊，然后或者一支尖毫，用来勾勒和皴擦咱们的岩石，对不对？好，我们左侧的这个屏幕上方已经给大家展示出来了。展示出来了，然后我们还需要用到咱们的白云笔，比如说大白云、小白云，一会儿用来染色，对不对？染色，我们来染这个画面晕染的时候，是吧？会用到的。然后我们需要再用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小红毛，比如说小红毛，或者说我们稍微这个笔锋锐利点的狼毫都可以。我们用来点这个什么树叶的叶片，它非常的繁茂，对不对？好，非常的繁茂，我们需要用到一些比较笔锋啊，它比较锐利一些的笔触啊。在塑造岩石的时候，这个笔啊用凸一点都没有关系，好吧？好，其他的咱就不多说啊。染色用到的时候需要用到的颜料，咱们一会儿再给大家讲啊，再给大家讲，好不好？来，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张画的绘制的一个过程啊。好，用我们最基础的这个红心的这个墨叶就可以了。
啊，它是油烟墨，墨色呢非常的浓重，里边呢是加完胶的啊。对，很多小伙伴是不是昨天晚上画完画或昨天画完画忘了洗你的这个盘子和碟子呢？啊，不要煲老汤啊，尽量洗干净，洗干净。还有这个墨汁，如果隔了夜已经干了之后啊，它那个胶就破坏了。如果你还在这个已经干了的里边呢，去加水使用的话，它有很多的固体块啊，所以尽量把那种隔夜或者干了之后的墨啊，给它洗干净啊，洗干净，重新加这个墨汁。好，我先用的是一支尖毫小号，在咱们碟子里边蘸湿啊，这个蘸这个浓重的墨色。蘸浓重的墨色，我们来微微的调和啊，微微的去调和。好，调和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不直接用这个墨呢？是为了强化或者调和出不同的墨色层次，对不对？好，那么你想要它浓，你再加点墨；你要它淡，再加点水，是不是啊？那具体使用哪个层次，你要根据我们所临摹或者说来学习的这张案例来感受，好不好？用湿笔纸吸毛笔笔肚，就最粗的地方嘛，就这个毛最粗的地方啊，吸掉，多一点水分啊，适中就好，水你看它不会耷拉下来就可以了，稍微的干枯一点点。好，各位小伙伴，来，接下来我给大家简单的示范一下这个岩石的勾勒和塑造，因为很多小伙伴说，老师这个现代山石的皴法我不大会，是吧？再不给我讲，我就跟不上了。来啊！用毛笔的笔尖把岩石的轮廓是吧勾勒出来，你能用到中锋你就用中锋，用不到你就用侧锋，是吧？也没关系嘛。好，勾的时候入笔，你看我们顿笔实一点点，是吧？转折的时候再顿笔，停顿，对吧？行笔的时候流畅的走，有长有短，是吧？主要以中锋的线条，厚重饱满的感受去画。这是第一个点啊，大家记住了。然后再往下面走的时候，中间在这个大轮廓里边再去加的时候，就是加的这些线条都是什么？属于它的结构线啊，属于内在来区分不同体块，是吧？这种大的轮廓我们称之为结构线，外边缘称之为轮廓线，理解了哈？里边的线大致还是要跟着外边的这个方向去走，大致啊，并不是说一定要平行，角度微微的区分一下是可以的，这个能理解对不对？好，这是第一个点。那么再从上往下啊，比如说我再来勾勒，是吧？好，然后我们又交叠，是吧？交叠这么几层出来，是吧？这个岩石就有棱有角了，有棱有角了，对不对？啊，好，就根据这种交叠的地方啊，从前往后去给它进行过渡皴擦。那么怎么去皴呢？我们所谓皴法，就是无非是用来塑造这个岩石或树木的笔法，它可能是线，可能是面，可能是点。那么我们实际在画的时候，因为我们说所谓的现代皴法，它更加的什么灵活？灵活在哪儿？它其实就是画线条或者画这个笔触的时候，是兼皴带擦啊，你可以一笔一笔的去皴都可以。那这个行笔的方向大致跟着这个轮廓是不是在走？但又不会完完全全跟着它走，是吧？那完全一致的话，那就看起来呆板了。我们要给它稍微的破一破。好，那过渡关系要自然，就是前面，你看，我们就注意两个东西就可以了，小伙伴们。好，从这个轮廓是吧，线开始往后面去进行过渡，是吧？那它在这个线的后方要增强它的墨色。就会和前面形成浓重的对比，是吧？好，前面对比强，这为实，后面过渡过去，这为虚，对不对？好，那么我们有的时候用的笔触呢，长一点，有的笔触呢短一点，而且甚至于有一些笔触它是连贯的啊，连续的，是不是啊？实际在画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画的这么多啊，这么多笔触，这个理解吗？对比和过渡关系理解了，敲个1啊。然后对于这个皴的笔法，你比如说我跟着这个岩石结构，我还可以比如说跟着它的方向一笔两笔，是吧？啊，我画的角度就变了，甚至于在这个方向可以跟它来一点墨色衔接要合适。再一个呢，就是很多小伙伴在画的时候，在这个
该种的地方啊，它这个种不下去，不敢种，是吧？你看村的时候，你的墨色一般来讲相对轮廓线会淡一丢丢啊，淡一丢丢。那么你沿着这个线去给它村的时候，这个轮廓线它是不是就隐约下去了啊？但是适当的还是要让笔触啊稍微清晰一点。有的小伙伴完全是擦出来，是吧？好，那我就这样去擦，那个就软了，要有一些明确肯定的笔触，才能体现出你用笔的这种节奏和味道啊，这个相当重要啊，相当重要，它才能体现出我们岩石的这种味道感。岩石的味道是什么？枯涩老拙啊，我们中国话讲叫什么？宁拙勿巧。来，我们拿出案例纸张，边画边给大家示范，边示范边给大家讲啊。好，我们这个纸张是多少来着？33乘以65的一个大小，对不对？好，我们先确定一个，推远一点点啊，推远一点，我们大约确定一个横竖十字线交叉的点。我们在这个画面上是不是大概确定了一个十字线呢？左侧的这个案例上是吧？有的。好，你大致能够确定出来，你确定不出来，你拿尺子比，拿尺子比啊，比心。大家周末愉快！欢迎大家新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可以点一下左上角头像，点一个关注啊，以后每次直播呢都会提醒大家，好不好？好嘞，也可以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成为咱们的团宠哦，获取我们每一次直播时的这个高清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因为点亮粉丝灯牌就权限进入粉丝群了嘛，对不对？好了。好，我们这张画依然是由近及远啊，由底部往远处去画，这是一般我们画山水的基本的步骤哈。因为每一次都有新的小伙伴加入，所以呢，我们稍微的给大家多说一点点啊，稍微多说一点点。最基础的东西呢，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啊，先说到这里。我们先来定位置啊，带大家定一下位置。我确定了这个画面横竖十字线交叉的点，那接下来我们底部大约底部的一半啊，来抬头看啊，抬头，这个时候很重要啊，在横着的中心线往下，对吧？一半，差不多一半，甚至于可以高一丢丢啊。可以确定好我们这个水口下面不是一个小瀑布吗？小瀑布这个水口的这块岩石的最高的点啊，最高的点。然后从这个点呢，再往下边走，大约一半，是吧？从这个点再往底部走，到纸张的边缘嘛，底部的边缘大约一半，右是就是竖着的一半，是吧？对过来，大概就是我们下方这处岩石最高的点，好，这是我们这个纵向来比较它们的高低的位置在哪儿。那么我们横向的是吧？通过竖着的中心线来比较，它位于这个左右是吧？哪个位置呢？我们来确定哈。比如说最下角、右下角、最前方那块岩石，右下角哈，那块岩石它最宽的地方也就画到竖着的中心线，底部啊，纸张的底部。大概在这儿是吧？好，它可以大概呢就在这个竖着中心线这个位置，最宽的地方也就画到这儿了，是吧？好，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类似于梯形的一个造型。声音卡的话刷新一下，或者找一个自己的网络环境呢比较好一点的地方。好啊，看来这个小伙伴应该是已经起床了啊，没有起床躺着的小伙伴，哎，快点起来啊，点起来，点赞。好，我们用浓重的墨色，记住了，浓重的墨色啊，浓重的墨色，我们来勾勒啊，来勾勒这个轮廓。要开始了啊，准备好了吗？已经画上了，我们还没开始呢，不算画上啊，还不算画上。好，比如说我们要开始来勾勒这个轮廓了啊，比如说大概画在这个转折的地方大概我们画到这里，那么就从右侧，好，你看转折的地方，我们顿一顿笔，把笔锋调整过来之后，我们又从左侧走，好，然后呢，我们再从下方，是吧？它可以有一些这种交叠的关系在里边啊，即便大轮廓也是一样。大轮廓
当然，我们在画外在的这个轮廓的时候，它是有直线，也会带一点点曲线啊，有点曲线。好，然后我们再来啊，再来从上往下，从上往下，然后再从上，是吧？给它交叠一些这种我们刚刚说到内部的一些结构线啊。只有你在内部能够区分，知道它这个结构是怎么去，结构线是怎么去添加的，那么你去皴的时候，你就更有底气啊，而且你皴出来的线条或笔触啊，会更加的扎实啊。好，当然我们在皴的时候，勾勒这个轮廓线的时候，大家记住哈，它是有宽是吧？有窄的，是不是？有线条繁密的地方，也会有疏朗的地方，这是一种整体的节奏感啊。你要画多了过犹不及，画少了是吧？哎，刚好呢，它出不了这个效果。美术韩老师说：“冲冲100万，大早上的那手都在酸了啊！”来，我们再从下方是吧？好，你看，其实这些线条它并不是完全一个方向，怎么避免完全平行呢？要么角度变化，要么线条波折，就这2个点，要么波折，要么这个什么角度变化，也可以让一根线墨色浓重，一根线呢墨色淡一点啊。如果这块跟着画出来的小伙伴来敲个数字1，好不好？虽然就勾一个轮廓啊，哎，也给大家说了比较多。第一块岩石我们给大家说的清晰一点点，然后大家后面跟起来就会更加的方便了哈。所有的岩石的共性的规律基本上是一致的啊。这块岩石它是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区分块面的，就比如说你一块砖是吧？它是正面、侧面、底面是吧？它的这个区分很明显，而这个呢，它只是一种交叠的关系来体现空间啊。好的，今天就给大家讲2种岩石的这种体块的区分。今天这种啊，就是这种交叠的结构表现，一会儿画到后面会给大家讲这种台阶式的。好嘞，接下来我们用淡一点的墨，刚刚说了啊，皴的时候我们用的墨呢，比轮廓线要淡一点点，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微微的加点水，调和啊，调和一下，从下往上，是吧？你看是不是跟着它这个轮廓线？你比如说，我们以前不是有的小伙伴，我们一起学过这个蓖麻皴，是吧？用这种线条的方式围绕着这个轮廓线，是吧？你去皴擦也是可以的，只是不要笔笔呢都一致了啊，不要笔笔都一致了，是吧？从前面这个轮廓线、轮廓线是吧，或者结构线往后去进行过渡啊，进行过渡。好，上边这一块也是一样，对不对？好，皴出来。有些笔触为什么是连续的、连贯的？因为那一块它需要一些浓重的墨色，或者说本来墨色就比较厚重，是吧？好，然后我们再来，啊，再来，是吧？好，这个墨色它是什么？有这种整阔一点点的，或者说厚重一点的，也会有这种疏朗一点的，是吧？岩石的这种稍微就带出了它的这种厚重的效果了啊，底部也不能让它这么的浅淡，岩石还是要让它着落在地面的感觉有。好，这就是皴的时候笔触还是比较清晰的，我们是用的这种线条的方式啊，线条的方式。早上好，早上好，好嘞，咱们接下来啊，接下来再来从咱们的纸张底部。从下方啊，从下方再来给它皴擦啊，再来给它皴擦。前面不可能完全留白嘛，是吧？顶部上边的亮一点，下边的浓一点点，是吧？上边淡一点，下边浓一点点，啊，有一个墨色的浓淡的过渡啊。需要加重的地方，可以把这种交叠的位置呢，适当的给它再厚重，OK。好的，
好的，咱们这块儿大概就加出来了，小伙伴们，你们画出来了吗？如果跟上画出来的，敲个666啊！好，早上好，没有吃早餐的呢，可以来颗大白兔，让我们的心情更愉悦点。周末了啊，来2颗糖啊，快乐要双倍的，快乐要双倍的啊，2颗大白兔。啊，也可以来点小零食、开心果啊，让我们在画画之余呢，是吧？啊，嘴巴呢也可以得到一定的享受。好，喝口水，来喝口水。烫死了，烫死了，烫死了。好嘞，大家都跟的不错啊。第一块岩石其实就是这样，勾完了，存完了，对吧？再用点淡墨、枯笔，是吧？侧锋，记住了3个点。第一个淡，墨色要淡，对不对？第二个水分要少，枯涩啊。再一个呢，笔侧着来，把笔压倒，笔尖儿位于整个行笔的边缘，笔触的边缘，把之前皴过的地方，对吧？统筹统筹，不要让皴过的地方这种小白点呢特别多，对吧？显得就杂，显得碎啊。稍微的统筹一下画面，稍微的统筹一下。好，刚刚我们在画的时候呢，是吧？一笔一画的去给它塑造，它是比较中肯规矩啊，甚至于有一点有一点那个叫什么啊，板板正正的，是吧？我们皴的时候呢，擦的时候啊，笔触就可以灵活一点点啊，这样的话就是一张一弛，是吧？好，第一块岩石画出来了，很多小伙伴说老师我还没感受到，吃不了大白兔是吧？吃开心果可以的啊。可以的，也不用担心长胖了啊。吃糖的速度足够快的话，你长胖肯定是跟不上的，跟不上的。几点直播？9点半。好，这块跟上了，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画上面的这个树了。来，小伙伴们来跟着我一起来感受感受啊。这棵树就在这个岩石转折上方啊，它是一棵什么树啊？点叶的感觉啊。这个树并不高，左上右下，对不对？啊，把这个树枝啊给它叠加出来。但这种树枝要注意到它的整体的一个由细到粗的一种变化，由细到粗的一种变化啊。好，然后呢，我们在上面再去出枝啊，再去出枝。好，好，如果新进入跟课跟直播来画画的小伙伴呢，觉得有点的困难呢，没有关系的啊，你就大胆的自己去跟着我这个节奏呢，大体来画。画好了，我们说就是一张画嘛，画不好无非就是一张纸啊。画画我们是悦纳自己的一个过程啊，不要被太多东西呢所束缚了啊。好，敢于下笔才是真正的勇士。好嘞，接下来我们呢，在这个上方是吧，再来给它添加一点小枝吧。反正这个树干出枝的，它不是这个什么特别的明显，为啥？因为它是一个叶片点叶非常的多的一棵树，多的一棵树。好，稍微的我们这样去加上一点点。好，这是一颗点叶，然后在它旁边还有一个夹叶。这张画岩石多，树木多。好，咱呢就不太拖沓了啊，今天就正常的节奏走，正常的节奏走，从上往下也是啊。这个线条可以稍微细一点点啊，稍微细一点点。因为这个是勾勒的这种，一会儿我们要勾勒它是一种双钩的这种夹叶法，双钩的夹叶法。好，然后从左侧。好，然后呢，再从右边，好，添加一点这种出枝，是吧？一会儿我们去叠加这种叶片，在它的后方，哈，叠加一个小的树枝，其实都是直接的方式，直接去勾勒这个线条，勾勒这个线条。有小伙伴说，老师啊，我画这个线条好像这个线条不能按照我的想法走，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有这样的小伙伴可以说一下啊。好，这是我们勾勒这个大致的一个
树干，右侧是一个我们要画的是它是夹叶的，就双钩轮廓的嘛。每天上午9点半的啊，每天上午9点半。当然，现在我们也把回放呢放到了我们的小黄车里边，屏幕下方的小黄车啊。如果有需要的小伙伴，怕错过喜欢的这个直播内容，或者上班时间不太方便的呢，你可以去挑选，好吗？好，然后我们从上往下，由浓到淡是吧？我们也不能说由浓到淡吧，从上往下啊，来推进一点哈，从上往下，我们来双钩这种轮廓是吧？然后4个小的叶片形成一个小的单位，是吧？你画5个是吧？也不影响，你画啊就别画太多，太多就不太合适了，太少呢也是吧？至少3片吧，至少3片。好，这种小单位，根据这个出枝是吧？我们去叠加这种叶片。当然，勾勒叶片的时候，墨色可以淡一点点。这个时候用到的就是我们的小红毛啊，小红毛，因为它的笔锋啊比较尖儿，然后呢，笔度就是它也比较细小，画这种精细的地方啊是比较方便的，好，继续了啊，然后比如说从上往下勾勒出一种两头尖一点，中间呢，宽一点点的这种小笔触，从上往下其实就是耷拉着走，一层叠加一层，一层叠加一层。好，到了这里之后，我们这儿是吧，又可以稍微的丰富一下它的姿态，就让外在的边缘看起来像那么一棵树叶的一个形态啊，看起来像一个树叶的形态，像一个树的形态啊，一棵树的树冠的姿态，对吧？外轮廓。不像你们家小区啊，或者对吧？你家里种的那棵树被你用剪刀剪得平平整整的，它的边缘是要参差错落开啊，参差错落开。你可以根据你的出枝呢去丰富这种叶片啊，这是中国画画山水的时候传统笔法当中的一种介字点啊，双钩的介字点。它算是一种比较偏符号化的表达的方式了。一点赞5000多，老师加油，你辛苦了啊，你也加油。好，然后我们从上往下，加油，搞得10000去。来，我们接下来再从上往下，把这个树冠或整个树叶给它丰富起来，看起来像一棵树，对不对？啊，再从上往下走，姿态呢看起来要比较灵活一点点，形象一点点。好，勾勒叶片的时候，你们发现没？墨色是不是相对淡一点？刚刚没有说，能不能观察得出来？树干是不是明显比咱们叶片要重一些？好嘞，然后继续往下走，从上往下。在它基本上要长到这个树的根部去了啊，长到这个树的根部去。这个叶片够繁茂的啊。好，水分还是要适中，我们要把它衔接到纸张的这种边缘，要有一点耐心哦。这些画一些小的细节叶片，如果你觉得跟起来困难的话，大家可以稍微的缓一缓，是吧？可以往后面呢再去，就是下播之后，你自己呢还可以同样再去丰富，都是可以的啊，好吗？好，然后这是我们加的这一簇树的这个姿态，在它左边我们要去给它点这种根据整个树的一个叶片的姿态，是吧？我们把它的叶片，根据整个出枝，把它的姿态或者叶片点出来。
用淡一点的墨是吧？啊，从上往这个时候换回咱们的这个尖毫或者说狼毫是吧？毛笔它都秃了一点点了嘛啊。然后我们来再画这种笔点的时候，小的笔点的时候，通过这种笔点直接着纸去点是吧？水墨饱满一点点，就不至于你画出来的这个笔点呢特别破碎啊。水墨饱满一点，你画出来笔点呢，它的这个就比较浑整一些啊，浑整一些啊。当然，它的墨色本来比较浓重啊，我们也需要间隔一些淡墨嘛，有浓有淡，只不过整体可能偏浓一点点。笔点呢大小适中啊，太小显得呢不够这个沉稳是吧？啊，太大呢又显得太过粗糙是吧？好，拿捏好这个度呢，就在于你的经验了。刚开始画是吧？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啊，都是必然会有的啊，都会有的。画多了之后，其实都好说，都好说。可以把咱们的出枝啊等等都可以有一定的叠加啊，它看不出来也没有关系啊，也没有关系。树梢部分我们点的都比较重，就是树的顶部部分嘛，都比较重。那下面部分呢，我们就会淡一些。不要点太多啊，不要点太高了，兼顾好它的整个树冠的一个姿态就可以。这种重复的地方啊，小伙伴们，你可以先单独的练，你可以先单独的局部练。如果你第一次画，或者想把这张画我一次性给它画好喽，那你在直播的时候，你可以先尝试呢局部练一练啊，局部练一练。好，我们大概根据出枝的方向是吧，位置呢，去把叶片给它点出来。好嘞，从上往下走，墨色是不是越来越淡？当然，再一个就是笔触的缝隙，不要有的小伙伴点的特别平均，是吧？我们说要兼顾一定的浓淡的墨色，该浓重的地方就浓重一些啊，上方浓，下边呢淡一点。笔触的缝隙不要留的特别多啊，越往下边走，它是越来越相对疏朗一点了，越来越淡的。好嘞。大家点出来了吗？点出来的敲个数字1啊，敲这个数字1，就看是吧？好，这是我们第一部分。来，我们稍微的推远一点，看一下整体的这个效果哈，整体的效果。好，这块画出来了，对吧？啊，好，来喝个水。哦，今天不该加开水，太烫了，太烫了。好，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画远处的了啊，远处的了。这种岩石是我们说这种过度浑整的岩石。那么再往旁边走的岩石呢，它跟它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了。哎，在哪儿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大家伙可以注意啊，因为这种岩石就像你们家上楼的那个台阶儿是一样的。来，抬头啊，小伙伴们抬头哦。这个石头它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我画这么一层岩石过来，是吧？它有一个。当然，这个边缘它不一定只有一层，它可能有2层都有可能。然后呢，再往下走，是吧？它有一个是吧台阶，你踩的那个正面，然后呢，是吧？立起来的这个侧面，然后在下面呢，它感觉又立了一个台阶，是不是？然后呢，这个台阶不一定特别的规整，当然它还是会有一个侧面，是吧？大小面积不太一样，它是通过这种。过渡的关系呢比较少，但是这种对比上下这个面，因为它的体块区分的这种块面非常的明确，所以在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稍微的是吧一擦是吧就可以了，就区分开了顶面和侧面的关系啊，这个是不是更容易理解了？在这个时候直接用擦笔就可以了，是吧？擦的呢有一些明确肯定的这个线条，然后再去擦呢，它就会效果就会更好一点。好了，这个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讲的这块石头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就是最左边我们先把这个最高的点刚刚已经确定了，对吧？就是水口，我们下面这个瀑布水口啊，它大概右侧的地方大概在哪儿？我们已经确定了。那最顶部啊，最左边呢，大约位于竖轴的中心线，大概比如说竖轴中心线在这儿，然后它要超过竖轴中心线呢，大约3指左右。你的三个手指头有多大啊？就画多大就行。它最宽的地方和我们这个斜坡的最这个斜坡的这个高的点是吧？基本上一致啊，基本上一致。这个转折的点嘛，基本上一致。好，这个确定了，对不对？好，这个斜坡你到时候确定之后，这个最宽的点确定之后，中间你画几层，你可以适当的取舍啊，就是你可以少画一点点，理解了哈？好嘞，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如果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左上角头像点关注，不迷路。以后每次直播给大家提前预告，给大家提前预告，好不好？啊，也可以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成为咱们的团宠，获取高清大地图和工具清单。来，从上往下，从上往下。好，我们在画这个线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不一定是，怎么，特别流畅，是吧？有的时候呢是浊一点点啊。好，从上往下去勾勒一些，我们说的这种轮廓线也好，是吧？或者说它的这种结构线，边缘最边缘的这个轮廓啊，它相对墨色画的都比较浓重，画的比较浓重。然后再从上往下，这个时候笔锋啊画的这个线条，即便是不是那么的这个什么飓风是吧？它也不影响，也不影响。好，在里边我们可以稍微的交叠一些结构线，交叠一些结构线。就是它这个边缘呢，它这种交叠的结构，你能看到多少你就画多少啊。你要是觉得看不清楚，可以不画，可以不画。好嘞，然后呢，再从下方，在里边勾勒的这种轮廓呢，都可以画的不用那么的跳跃哈，不用那么的跳跃。我现在画的其实也不跳跃，因为我还没有开始给它塑造，塑造完了之后呢，它就不跳跃了。它通过线条的这种相互的叠加，其实也有这种遮挡的关系在里边，把这种岩石的这种体块区分开。当然，顶面和侧面的关系，一会儿我们通过擦笔啊给它区分出来。先把轮廓勾勒出来啊，不用着急啊。其实画这个岩石是比较快的，要有点耐心哦，有耐心你才能看到画面最后的效果。好，从上往下稍微的皴擦一点点，稍微的皴擦了一点点之后。稍微的再叠加几层啊。我呢大致是吧，我就稍微尊重一点圆周的方式呢，去给它皴出来，不同的体块，这个从上往下它带出来。这块的细节稍微可能繁复一些，稍微繁复一些。好，来一点点淡墨啊，来一点点淡墨。它左下角不是还有个角吗？这个角呢，它是被一些杂树啊、等等啊给遮挡住的，不是特别的清晰啊，不是特别的清晰。躲一躲水分，给它控制一下。我们在画前方这些地方的细节的时候啊，
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别润的墨色，我们主要以你看枯色的笔可能用的相对要多一些。一口气点了500个赞，对吧？好，这个肯定是躺在床上做广播体操的小伙伴。好，感谢啊，辛苦了辛苦了。能跟着画的小伙伴尽量画一画啊，尽量画一画。难得周末是吧？惬意的周末呢，就可以从咱们画山水画开始了啊。我们每天早上9点半都在这儿等着大家，当然休息的时候呢，都会给大家通知比如说下周二。好，当然我们可以陪大家陪大家上班，陪大家摸鱼，陪大家聊天，陪大家陪大家摸鱼摸到星期天。好，我们在这个前后交叠的地方，上下交的地方，我们稍微的给它擦一擦。把这个岩石前后交叠的地方，对吧？不一定完全是从上往下这样去擦，有一笔带的墨色刚好压到那儿就可以，压到那儿就行。申请第11个粉丝群啊，不要前面已经满了的超过500人的你就不用申请了，你申请了通过你也进不去呀，对不对啊？有的小伙伴还重复添加群，那个都没有必要，对吧？每次发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啊，好吧？进一个群就够了，进一个群，不管什么群，有一个群就够了。除了当然啊，除了我们的作业点评群是吧？在我们的学廊上方啊，我会给大家点评。好，然后在咱们下方，我们依然是通过这种笔点是吧？稍微的通过这种点的方式，把这个画儿给丰富起来。我跟你讲，最繁复的无非也就是这前面这一块了哈，不用觉得这个或者说画的太慢，或者觉得效果还没有出来，是吧？你把前面的这些东西呢画扎实了，后面的很快，后面的就很快。好嘞，然后接下来我们再从哪儿走啊？再从这个位置走，我们要给它加一些小的细节，是吧？在这个石块在水面上面，我们要给它加一点点，加点石头，是吧？加点石头，侧面有一些局部的侧面，我们可以把它给强调出来。我用的是生宣卡纸，它挺深的，只不过可能小伙伴看起来啊，老师这个怎么不怎么阴，是因为我现在水呢用的非常的少，而且笔呢又非常的小，所以它就不会太晕呢。好，水口是吧？边角，一般你记住了，不管是水口还是浅滩，中间都会有一些碎的石头啊，它不会说只是一个平整的一大块，中间就没了。那就缺少了一点点细节。好，在岩石的边角，我们可以稍微的加重点啊。好，确定了吧？画好了吧？然后中间的一些小的这种介字点呢、杂草来体现的，我们还没画。我们接下来把上面这个斜坡画出来，快速的把水流给它体现出来，好不好？基本上是每天上午，但是偶尔也会休息，比如说周二、下周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画中间这个案例，就是长满了树叶的这右侧最右侧这个颜色偏青的石头，这个石块的造型了。我们先来确定它的最高的点在哪儿，大约位于横着的中心线，横向的中心线是吧？我们大约确定到这儿嘛，这是我们横向中心线。以上大约多少？3个手指，拿个颜料管你比对啊。拿个颜料管你比对一下吧。有个物体参考，你看大约占这个颜料管大概的这个多少的位置啊？来，我们呢再从上往下开始勾了啊，确定好最高的点，最宽的点呢
最低的点呢大概在哪儿啊？大约就在这个岩石这块岩石，这个最高的点转折的地方，是吧？好，就是一个梯形嘛，画下来，上边窄一点，下边宽一些，要动手了哟，准备好了吧？好，开始动手，把墨碟往上面挪一挪，挪一挪。我可以把墨色后边画的这个墨色呢，可以淡一点点了哈，稍微的淡一点点了。从上，对，好，然后在它的旁边，在它旁边，我们呢可以稍微的叠加一层。来晚了是吧？好，以后就可以考虑我们的回放了啊！如果你时间耽误的话，还不想错过我们喜欢的内容的话，好，然后我们再从下方右下角吧，右下角来给它交叠，多画几层。它每一层上面都给它画的有比较多的这个什么叶片，都有比较多的叶片。接下来我们再从这个岩石的边角，从底部，从这个交叠的地方是吧？从前往后，是吧？像擦一样，可以稍微强化出一些轮廓结构来。当然，墨色不用特别重啊，墨色不用特别重。再把这种前后关系或棱角去改，但墨色比较淡哈，只有局部的一些轮廓线可能会重一点，而且这个轮廓线呢不用都是一个方向的，我们可以给它是吧不同角度的都来一点点方向的是吧，给它区分一下。用的是尖好，尖好。在这个小黄车里边呢，有一个套装的笔，套装的笔里边你就可以看到，它里边有羊毫的套装，有狼毫的套装，有尖毫的套装。好嘞，底部这块呢，它这里也要画一些叶片，很多啊，也画很多。我们这块颜色稍微画的窄一点点哈，相对它原作来说的话。好，底部我们稍微的擦一擦就行。区分开这种墨色的关系。好，它这个下边呢，我们又要给它添加一些一层、两层的这种岩石的结构。添加一层、两层的岩石的结构。好，把交叠的地方，好，墨色前后交叠，给它过渡自然。好，上方呢稍微的带一带。来，下方我们再来加的时候，加点小的树枝，收到千里之安图了是吧？好嘞，好，我们在这个下方，你可以用小红毛的方式来勾这个树枝，因为这个是枫叶啊，或者说一种朱砂点的这个叶片的
树枝还比较细啊，从左上右下啊，稍微的丰富一点点。这转折地方稍微的加一点枝吧，有长有短的啊，不要都一样了，一样了看起来它就别扭。好，这是我们加的这一侧，然后再从上往下，加点小树枝在这个岩石的上方。这是这一块，然后旁边我们需要用浓重的墨色，又要给它加点这个什么繁茂的这种树叶或者树干啊，它也是直接用墨点去点的。这张画呢，最丰富的地方、最复杂的地方，可以对于很多小伙伴来讲，都是这个树叶啊，哈。你可以取舍一些，你甚至不画这个主干，你都可以在上面去点，是吧？你都可以在上面去点这个叶子。好，来，我们退远啊，退远。好，这块儿咱们大概给它画出来了，对不对？好，叶片呢，我们就先等会儿再加，然后把左侧这丰茂的叶片呢，先给它画出来，行吧？好，我们现在来画左侧的哈，就是这个岩石左边的这叶片，很多很多。好，这个时候需要大家有耐心的时候喽。来，我们用浓重的墨色，可以看得到的是什么？这叶片呢都没有超过树的中心线，所以我们画的时候不用画的特别的大。120节课是逐步更新，逐步更新，然后现在已经更新了10多节了。当然，这个呢只是我们直播的一个直播的这个一些视频。然后，当然我们还会给大家赠送基础的技法教程历代名家临摹的一些课程，让我们小伙伴不仅要知其然，而且呢知其所有然，对我们的中国画、山水画。要能够更详尽系统的去学习，目前你可以尝试从兴趣的角度呢，去跟我们的这个直播，甚至于去画一画我们回放里的这些视频，好吗？然后当然这个购课之后需要下载学浪 APP，然后在学浪上面呢去进行观看，用你购课的抖音号登录了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也有学习群在那个群内呢，我会给大家点作业，好吧？主要集中在下午或者说晚上一点，上午因为我要直播嘛，对不对？好，好，大概把这一簇树叶给它加出来了。它后面其实还有一些树，这个呢，我们要把前面的画完了之后再去加后边啊，再加后边，然后再从上方走。在整个山石这块就是上方这个斜坡的山石，大概中间的位置呢，它会有一个小的树枝，这个树枝呢，大约它会越过一点点，是吧？出枝越过一点点，咱们整个画面竖着差不多中心线的位置吧，接近中心线的位置啊。还是用我们的这个蓝号来，太细的笔锋啊，不容易画这种顿厚的这种线条，比较顿厚的线条。好，然后我们再往这上方是吧，也要给它添加一些小的细节啊，粗细过渡呢要自然一些。
这出枝你可以相对概括一点吧，相对概括一点，不一定要画的这么的繁茂，不一定要画的这么的繁茂。然后我们再从上方再从上方虚起实收，虚起实收，稍微的再来添加一些小的树枝，对吧？可以有一些焦点。这块儿画的可以稍微的淡一点，为啥？因为我们后面它要加的是颜色的叶片，有浓，前面的浓重一点，后面的淡一点点。好，这是我们大致的加了一些这种树枝在这个岩石的这个左侧，对不对？好，画到这里之后，我们呢再继续往后面还要加一两棵树，对吧？再加一两棵，画累了没有？是不是有些小伙伴已经累了啊？耐心一点点哈。这个树呢，如果就是出这个枝，你把握起来觉得有一定的不是那么的方便，那么你就取舍掉一点，好不好？好，欢迎新加入直播间的小伙伴哈，可以点一下左上角头像，点关注哦。大家周末愉快。真暖和。好，再来，这棵树它是要上下要越过横着的中心线的啊，从上往下。然后我们再来上面呢，再给它出一些枝。这些出枝呢都不会特别的浓重，因为最后我们都是要叠加这个叫啥颜色在上面的嘛，叠加颜色在上面。现在我们看起来看似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讲究，这个叶片确实也不需要太过于去给它去处理的特别复杂。好，这块儿我们先加到这儿，加到这里，然后上方添加一点枝，最上方这块儿再来一两颗吧，一两颗矮小一点的就够了多了呢，大家可能就画起来不容易了。困难的地方你就先局部练一练就先局部练一练，然后回过头来我们自己呢再来去细致的画一画。这块画完，这张画一半就画完了，一半甚至于以上的内容我们就给它完成了。好了，然后在岩石的这个边角上面，我们可以开始来一些什么浓重的胎点，对吧？点在岩石结构转折的地方转折的地方，转折给它点一点。好，这一侧也是一样。
甚至于可以来上一些介字点啊，来上一些介字点，在转折的地方我们可以稍微加上一些胎点啊，一些介字点，介字点可以小一些。好，让这个岩石的边角和树木衔接的位置呢，显得更加的什么丰茂，更加的丰茂。啊，边角也是一样。好，这上面介字点比较多，来，我们依然拿出小号的小红毛，是吧？啊，我们用这个介字点，大家还熟悉吗？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种方式了啊。好，从上往下，比如说我们给它点出来，从上往下给它点出来，画上一点。它的介字点呢，就是弧度非常的小啊，看似像一些叶片，又像一些这个什么，像是一点胎点，就是它不是张扬的特别开啊。这个几个笔点啊，这些都是基础的笔法，以后都是作为基础教程呢赠送给我们加入回放的学习群的小伙伴。好，然后我们再来往下走。岩石的边角上方是吧？我们可以逐一的去给它丰富。还没有学到这儿是吧？啊，在边角的位置再来一点儿。好，你推远一点镜头啊，推远一点镜头，可以看到了啊，在这个岩石的边角，然后我们再来给它丰富，再来给它丰富。啊，都用的这种介字点，对不对？好，画面就看起来越来越丰富了。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起来复杂的东西，其实你把它归类了啊，归类了之后，你会发现它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比较容易上手，只是可能还有点不太熟悉，是吧？啊，这个呢都是一个练习的一个过程。我们说绘画不仅仅是一门艺术，它同时呢也是一个技术活儿，是吧？你肯定需要练一练，一说你就会，那就不用带着大家画了啊。好，然后呢，再从下方再来，不知为何不跟着老师画就画不出来啊。这个呢，就是有了别人的引导，有了老师的引导之后啊，自己会更加的这个什么啊，会跟着老师的这种思绪或者方式呢往前走，会让我们理解啊或动手的行动能力的这个难度呢都会得到降低的。好，这块的石头看起来有一点点平，有一点点碎了啊。我们把这个侧面是吧？以这块岩石为例，它在前，后面的都在后面，可以稍微的把后面的是吧？稍微的擦一擦，平整一些啊，不让它冲过的地方看起来那么的琐碎啊。留白的可以留白啊。好，这是咱们的这个岩石的右边，整个画面右边瀑布的右侧，大家跟上了吗？肯定没有，还有肯定没有跟上的，对不对？跟上的敲个666啊，要没有跟上的呢，敲个数字5。好，欢迎新进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啊！今天这个周末，大家可以呢自己放松惬一点，尝试着来感受感受，来感受感受。忽而已是冬天，满山落叶呀，便是初冬啊，最好的景色，也是最好的文案。这个时候呢，此处应该要省略几百个字儿，我就不说了啊，你们自己慢慢画啊。好，来电中，我把咱们的这个岩石的这个底部是吧，用点淡墨衔接一下，衔接一下，没跟画可惜了。
好，这块画到这里啊，就画到这里。然后旁边我们依然来点这个叶片啊，好，也得点这个叶片，它是比较浓重的，刚刚是一样的，它有一点像芥子点，只不过它这个点的时候啊，它聚集非常聚集，是吧？聚集的非常的明显，也是根据出汁的感觉呢去叠加这个叶片，叠加这个叶片啊。好，然后把整个树冠的姿态给它点出来，像那么一回事儿，像那么一棵树，是不是？放大一点是吧？行，好，这样可以吧？好嘞，有浓有淡，不浓不淡，不深不浅，刚刚好，刚好刚好，就像在座各位小伙伴的小日子一样，对不对？小生活，简简单单。浓墨重彩的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天气又降温了，各位小伙伴记得多喝热水，也注意保暖，加厚衣服啊。啊，这是我们画的这上方，然后中间呢可以来一点点浓重的墨色，浓重的墨色，在这个树叶的中间或者偏顶部的位置。多喝热水是吧？刚刚都喝的这烫嘴了都，太热了。今天这个倒了一杯开水，好，然后再来，我们呢来一点淡墨啊，再来点淡墨，淡淡的墨色。再来淡墨，把这个叶片衔接到这个后方的这个树根的位置上去。这棵树是用淡墨点出来的，后边的都是用什么？它是大部分的树吧，它是用颜色的方式点，然后边角间隔的间搭着一些淡墨，点出来叶片，就直接用笔点的方式是吧？去象征概括这种繁茂和树的一种姿态啊。根据我们后面这个比较淡约一点的这个树枝，去把这个大概的一个树冠吧点出来。啊，点这个点的时候啊，有小伙伴说，哎，单笔去点挺容易的，但点出想要的形态，是吧？它是不是有一定的困难？那当然了，你随便点，那当然是着着笔就点就行了。但是我们要往下方走的时候，怎么去组合呢？我们肯定是要把它的树冠看起来形成一个合适的一个姿态啊，合适的一个姿态。就是树的外轮廓的一个剪影嘛。好，以淡墨的方式啊，后面我们都要叠加的是颜色去画，颜色去画。好，我们推远一点点，推远一点点。也挨着这个岩石的边角，你看我们都是用比较浓重的墨点去点，最后还要染，还要染啊。好，上面的这个颜色呢，我们先不去给它叠加哈，先把左右画出来了，我们把前方画出来了，再来染色，染完了再染后面，呵呵免得最后我们染的时候干不了啊，行不行？嗯，好，这是我们整个画面的底部这块儿，我们要开始来画这个水口瀑布左边了啊。这块画的怎么样了？这块画的怎么样了？还好吗？叶片呢繁多是吧？
好，但是画面要出效果，要看起来丰富，它肯定是有比较繁密的地方的。来，接下来咱们再从这个水口左边我们开始来画起。低的地方呢都差不多，对吧？那么我们这个左边它会高一点点，岩石呢没有那么的。我现在要推进了哈，推进了哈。以我们右侧岩石这个最低的点来比较的话，它稍微的高个1指左右，错了一点点。不要等量齐宽或者等量的高低，那样看起来有点点呆板。从对过来，大概在这个位置吧，比它高1指左右，然后勾了一块颜色的轮廓。好，这个造型是不是？那第一块岩石给它画出来了。还有一个红树叶的树干没有画，那个最后点叶片的时候加就行啊，再加就行。这是一块小的石头，是吧？然后旁边你比如说我还想再叠加的话，继续都行。当然再往后面走的时候哈，注意也是水分把握好。可以浓重一些，稍微的浓重一些。好，然后我们再从右侧走哈，再从右侧走。好，左边高矮呢跟右侧是差不多的，右边我们都画的比较浓重了，对不对？包括我们这个比如说轮廓线也好，或者是结构线也好，都比较浓重。那么左边我们在画的时候呢，就可以稍微的淡一点点，左边的就可以淡一些，它俩高矮差不多。好，水分控制一下。是的，是薄云啊。来，我们从上往下，从上往下。再从它右侧，我们要间隔一些石块，间隔一些石块过来。好，好，我们稍微退远一点点哈，退远一点看一下整体的效果。好，这块石头大概给它画出来了。可以申请进第11群，进第11群。前面可能大家能看到的效果不是特别的多，现在呢可以跟着我从这个用淡一点的墨色哈，稍微淡一点的墨色，从左往右。把上下交叠的地方是吧？我们可以稍微的皴擦一下，稍微的皴擦。底部该浓重的，就是我们可以稍微的重下去一点，重下去一点，区分好它们之间的这个不同的块面
或者把岩石的这种厚重的体积感来给它带出来，厚重的体积感。好的，在咱们的岩石的右侧这一块儿，还可以再来叠加。好，叠加同时呢，可以点的比较浓重的胎点在上方，那我们来丰富一下，或者是来衬托一下。一会儿我们要画这个水流，是吧？好，在这个石头的中间，前侧吧，前方我们要加一块小细碎的石头，间隔在这个河滩里边。如果它没有一些细碎的石块的间隔，这个画看起来它就不够丰富。不够丰富，然后在它的前边大大小小细碎的石块都给它画出来了啊。好，在这块大家有什么困难吗？有什么疑问吗？可以都说一说。当然，我们也可以等一等大家，等一等大家。好，欢迎新加入直播间的小伙伴哈，可以点一下左上角头像，点关注不迷路，以后每次直播呢都会给大家提醒。也可以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加入我们的粉丝群，获取我们每一次直播时的高清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好不好？然后我们再来勾勒一下它的这个小的树枝和大概的一个树冠的姿态。老师今天画太快，跟不上。今天老师应该画的挺慢的啊，今天应该是挺慢的。来，今天画的应该是速度应该适中，只是细节呢它稍微多了一点。纸张的尺寸在左侧屏幕上给大家画着写着呢，勾勒一点点小的这个细节啊。我们刚刚说过，这种茂密的叶片，如果我来一一的等着大家的话，那我们得画到下午去，对不对？啊，这个叶片呢，我就没有办法一一的等大家。重复，因为这张画里边啊，它重复的东西呢很多。你看岩石，你知道了一两块的塑造的方式呢就很快。那叶片来讲，它非常的繁复啊，非常的繁复。好，出枝大概是不是就把这个小的前方用墨色需要去点的那种小树啊，大概就画到这儿了。它后面呢还会有一些什么各种各样的姿态的，各种各样的姿态的啊。今天很多小伙伴就是看到这个树是吧，很丰富，哎，很喜欢，所以呢会尝试着跟着一起来感受，来从左上加这么一个树枝啊，上面呢给它叠加一些小的这个树枝在上方哈。好，加那么一些小枝出来了。
然后右侧画这些线条，它就更有弧度了啊，就更有弧度了，不一定能够看得到它的这个底部的地方去。好，再往下方走。而叠加叶片的时候，就要靠这几个枝来支棱着，是吧？来支棱着它。啊，后边是吧？还要出一个高挑一点点的。这个枝确实比较繁多啊，大家伙儿如果确实觉得比较辛苦的地方，或者觉得比较繁琐累的地方，可以先把它忽略了，一会儿再去给它叠加都可以。就在我们直播之后，是吧？你获取了高清案例图之后啊，再去画也行啊。如果有回放已经进入到我们回放的学习群里边的小伙伴呢，那么你可以再跟着回放的多多的练习一下。好，再从上往下。其实我现在就是大概把这个树的姿态给它画完，啊，把树的姿态给它画完。好嘞，前方我们把叶片给它点出来吧，叶片给它点出来吧。用的是声轩，屏幕上方都给它打出来了啊，屏幕上都打出来了，注意留意一下。好，然后再放大放大，这个其实没有什么细节，就大概只有一个树枝的一个姿态。内容太多是吧？等着回放完成，可以的啊。好，然后我们再来用比较浓重的墨点，把咱们这个树的大概的姿态，对吧？把整个树的一个大体的姿态给它点出来。依然用我们类似于像芥子点的笔点也好，或者说直接着纸去点的点也好，就这个点呢，它比较密，比较实，是吧？比较紧凑。好，再来。然后再从上往下，有回放在咱们的小黄车里边，相应的工具材料是吧？需要的毛笔、卡纸，就是我们用的这种卡纸加厚的这种宣卡，对吧？都在这个小黄车里边，可以去选购。我推荐的那个卡纸的尺寸是65×45，还有65×33的大小。那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挑选一下，挑选，好吗？嗯。这块跟着如何了？啊，好嘞。然后在这个岩石的边角，其实我们都要给它点上一些点，点上一些点，点上一些点。然后像后面都是用颜色去体现的，我们就先不去多画。然后我们最后要开始，现在要开始大家画点精彩的地方了哈，画点精彩的地方。来，我们推进，把这个什么水口的瀑布给它画出来，水口瀑布给它画出来。用淡一点的墨色，瀑布就在这两块岩石是吧？这个转折最高的地方啊，开始画起。我们先把这个什么
最中间最中间的这个石坡，是吧？中间为了细分这个水流，我们在这个石头的缝隙的地方啊，水流的中间的地方啊，要间隔一些小的石块儿，间隔一些小的石块儿，让这个水流看起来更丰富。好，这是我们的这个水流这一块儿。然后呢，在旁边是吧？我们再来给它间隔一些小的线条，流畅一点点哈。头重脚轻，头重脚轻，再从上往下，头重脚轻，从上往下，它们之间可以有一定的交叠，可以一定的交叠。好，甚至于线条的弧度也可以再加大一点，都来一点都可以的。好，在岩石的边角，我们可以来点淡墨，给它衬托一下。好，在左边，我们把这块石块是吧，也是轮廓线的，就是我们说的台阶嘛，上面往下面去转，上面往下面去转折。啊，这个面积我们可以给它画的稍微的宽一些啊，因为我们这个水口画的也比较宽。顶部实，下边虚啊，为什么上面要实一点？应该部分小伙伴应该都有一定的经验了，对吧？因为底部它要接一些云雾，是吧？水的雾气的升腾的感觉，怎么感觉像薄云的声音是吧？因为就是薄云呢。好，然后再往左边走，再往左边走，我们用淡墨把这个水口左边是吧？我们都用淡墨呢，先给它擦出来，先给它擦出来。在这个水流的上方是吧？我们也可以用一点点淡墨。好，边角转折这里啊，边角转折上方是为了把这个浅滩或者河流上方的边缘微微的暗示一下，并没有使用特别浓重的墨色啊，只是有一个形态的一个暗示，用一个虚淡的墨色稍微的皴擦了一下。这树叶底部啊，我们也要给它稍微的擦擦染一染，稍微染一染。好，我们用浓重的墨色。淡墨皴擦一下，可以让底部稍微来点淡墨晕染晕染，是吧？来点淡墨晕染一下。好，水口一画，画面呢它就有了一些精致的地方，是吧？细致的地方。其他地方呢，我们画的比较粗犷，要靠颜色啊或最后的擦染啊等等来给它丰富，对不对？好，现在有了个水口，它看起来就要画面饱满一些了。老师拍卖画，好，然后我们先这个
把底部微微的来点淡墨给它扫一扫，因为就是一个顶面和侧面嘛，就像我之前说过你们的楼梯的台阶一样，一个是顶面，一个是侧面把它稍微的这个皴擦一下，区分开不同的体块，然后底部我们来勾勒勾勒好它的这个轮廓或者说水流的线条，用淡墨用勾线笔，小伙伴来用勾线笔，长锋的勾线笔，围绕着岩石的边缘呢，我们可以给它画一些水波浪，是吧？一层层的，一层层的。因为这个波浪纹一般是在哪儿出现？一般就是围绕着岩石或者有物体阻挡的地方，它才会有。在哪儿阻挡，在哪儿就有这种水的波浪纹，对吧？好，当然我们在旁边其他的岩石边角也可以加一些，但这些线条它们交叠的地方你可以有虚的留白，也可以什么，给它这个处理的或者是方向呢，要大体一致，不要太过于冲突了好，这块儿，在这个岩石的这一侧，从上往下，从上往下。把这个水流是吧，给它体现出来，不能让它下面全是白的呀。画点水波纹，这一侧也是一样然后呢，这种水波纹呢要尽量平一点平整一点。好，然后我们再从左边走，每一层岩石，它基本上就代表了一个台阶的这种水流的，这个台阶，是吧？一层一层的叠，这个水流往下走嘛，是不是？好，左边从上往下，大致的水流暗示一下大致暗示一下。其实我们画的不算细致画的还不算细致。好，然后我们再从上。把这种水波纹是吧，给它带出来。边角这些平缓的地方，线条就可以流畅一些，包括围绕这些小石块，为什么要间隔这些小石块了？是不是？有这种小石块之后，画面去添加细节的时候你就知道该怎么去添加了，是吧？有入笔的地方，你要是没有这些小石块在里边，你可能去添加这种水波纹还不知道该怎么去着手，是不是？线条饱满一些。
好，底部更多的这种小的细节，或者说水啊、水波纹呢，我们就先不给它去画了。回过头来，我们呢再来，处理它这些小细节。我们先来画这个画面的这个上方的一些内容，好吧？画面还有很多精彩的地方，我们还没有处理呢。这块儿就先到这儿啊，还有一些细节也要等它干了之后才能去处理。来，我们推圆啊，推远一点儿，推远一点儿。小伙伴要有一点耐心哦，啊，有点耐心哦。好，要出大效果的时候快到了啊，要出大效果的时候，我们把远山一画完啊，这个就基本上就能够看到大效果了。来，我拿一个也是我们刚刚用过的这支尖毫笔哈，这支尖毫，大约位于竖着的中心线，靠右是吧？靠右大约两指的位置就是瀑布右侧的这个轮廓，从上往下数一个颜料管，从纸张顶部往下数一个颜料管左右，我们就把它确定这个水口，就是上方这个瀑布转折水口的地方。好，把这块确定出来之后，我们再来一层一层的去交叠它的这种小的细节，好吗？来，我们推进啊，来推进，小伙伴们，来，从上往下，我们把水啊，笔里边的水啊，稍微的吸一吸啊，吸一吸，从上往下，比如说，画这个水流瀑布的时候是吧？为了衬托这种水流的这种流畅，所以笔触呢要尽量的，这个叫什么流畅一点是吧？但是我们先把轮廓勾勒出来，轮廓和这个水流瀑布中间间隔了一点墨色呢。好啊，把大概的岩石的一个轮廓的造型给它勾勒出来。当然，远山勾勒的墨色肯定都没有前方那么的重了哈，都没有前方那么重。它这个岩石是比较方整的，为什么要画的比较方啊？有没有小伙伴能说一说？啊，刚刚其实我们有给它介绍到哈，为了衬托出水的这种柔，对不对？水的这种流畅感，所以在画这个轮廓线的时候啊，岩石的轮廓的时候，它会使用到这种比较方硬的线条啊，从上往下。从上往下，对不对？好，然后到纸张的这个最边角，我们还带出点轮廓来。大概的一个轮廓的造型是不是有了？中间它是要适当的去交叠一些内在的结构的哈，我们不能说完完全全是一个平整的，完完全是一个平整的就看起来怎么着了？就平了嘛。这岩石它肯定是需要一些参差或者左右的这种遮挡的关系在里边的。好，然后再往下走。好嘞，从下往上，把前后交叠。好，把这种左右之间的遮挡关系，你看通过擦，是不是就可以给它区分开？啊，就可以区分一下。当然也不能让它们显得太散，我们可以把整个左侧的位置的地方，穿插的厚重一些。在这个下方啊，来，我们从上往下。从这个瀑布水流看好喽，是吧？把这个瀑布的水流啊给它衬托出来，这根线要相对的流畅一点点啊，相对的流畅一点。这个水口附近，我们是要画的相对什么重一些，相对重一些，所以你可以复下笔，然后再从上往下。啊，这个时候就不要心疼笔了，是吧？
好，这个笔如果能帮助你画出这样的效果来啊，还是不影响的。好，然后我们再来给它上面添加一些交叠的小细节嘛，这一块无非就是这样子。上边实是吧？下边虚，不管是皴的岩石也好，还是墨色也好，啊，好嘞。新加入直播间的小伙伴哈，可以点一下左上角的头像，点关注。以后每次直播呢，都会给大家提醒。我们主要是在上午的时候直播，以后当然也会有一些灵活的时间安排。啊，当然我们的回放也上线了，在我们的小黄车里边，包括我们所用的工具材料以及推荐的一些书单都在里边。感兴趣的小伙伴想要培养一门兴趣，想要呢获得一门我们的绘画的技艺，那可以跟着我啦，跟着博云一起来尝试着画一画我们的山水作品，好不好？再从上往下。把水口为了衬托出来，是吧？左右两侧呢，它是要加的稍微的重一些的，但底部要虚啊，要虚下去。上边是吧？让它明确一些，下边就要让它不要那么的清晰，是吧？皴过的笔点也要让它带下去，啊，也要让它这个皴过的笔点啊，里边有一些留白的点，也要给它淡下去，用淡墨给它统筹下去啊。好，然后我们再来一点点这个淡墨的方式吧。淡墨的方式，把这个岩石这个上方是吧，或者说来一些不同角度的这个皴擦的笔触，让它丰富一下啊。这块儿要有一点耐心啊，不能让这个后边看起来它呆呆板板的，就一个方方硬硬的。不同角度的这种行笔的皴擦，用淡墨的方式呢，也要给它带一带。好，今天周末我们的小伙伴来的呢相对多一点点啊，能跟上的呢就尽量画一画，不能跟上的小伙伴呢可以先听一听啊，以后呢我们在回放里边还可以再听到啊，再听到。好，然后从下往上直接用淡墨把这块岩石前后两块岩石区分开啊，区分很重要啊，用淡墨的方式。好，淡墨，然后再来，我们需要一些这个墨色去衔接或者统筹好画面的一些底部的位置，不能让它显得太过于杂乱，是吧？等它干一干，我们才可以再来，比如说左右之间呢，局部的去强调部分的这个轮廓，比如说这一块儿，不能让它显得是一块平的，左右之间一定要给它区分开，左右之间区分开。好了，大概画到这里啊，大概画到这里，然后用淡墨同样把这个底部是吧往下衔接。现在我们衔接了，再去画左边，它干了差不多，回过头来我们再来上颜色，它就比较方便了，是吧？就比较方便了。好，这块大家跟的怎么样？好，我们要开始画瀑布的左侧了啊。我们一半一半来，就像长着头发一样，一半一半来。好的，好的，好的。来一点点稍微重一点点的墨哈，我们调和，可以看到我的碟子的吧？看到碟子的，戳戳咱们的小手啊，又过冬了啊，天儿冷的。从上往下，在我们这个水口由细一点、窄一点，然后逐步呢变宽啊，由细到宽的一个过程哈。
大家注意到这个水口的一个造型，我们先把水口的造型呢画出来，然后再去找这个岩石的一个基本的轮廓，好吧？那个岩石的轮廓其实都好说，都好说。从上好，大概要表现的比较流畅啊，表现的比较流畅。好，如果说还不到位的，我们可以给它复一下笔，复一下笔。好，这是水流瀑布的这个造型啊。只有把这块勾勒出来之后，一会儿大家才能看到整体的一个效果，整体的一个效果。好，以左侧淡墨的方式。好，左边。这是平台嘛？这个平台顶部的面积，我要给它勾勒出来。当然，顶部要留出一定的空间来哈，因为后面我们还需要加这个加的那个树，加一些杂树在上方。好，后边我们再来点淡墨，再来点淡墨，给它平整的。越往远处走的这种水流，咱都不需要给它添加特别多的细节，不需要添加特别多的细节。你把基本的轮廓和造型给它勾勒出来。好，水流是不是大概出来了？然后我们把岩石轮廓勾勒一下，然后呢再来塑造这个水流的中间的一些细节，这个画大效果就可以出来。好，从上往下啊，从上往下，墨色依然是不会特别重的哈。从上往下，我们给它勾勒基本的一个轮廓的造型，然后呢再从上往下。它一层层交叠的这种结构是吧？我们给它带下来，用枯涩一点的笔或者淡一点的墨，从上往下。好，边角。好，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水流是吧？瀑布旁边的这个水流形态给它暗示出来啊。平整，要平整，而且浓重一点。后方的岩石，我们皴擦的时候，我可能就，像底部这一块我可能就没有特别过多的去说。当然，前面我们在画的时候呢，给大家把整体的一个规律呀，其实是有介绍到啊。现在就是添加一些小的细节，把这个上下的关系给它区分开嘛，上下关系区分开。然后我们再适当的去强调和加重，强调和适当的去加重。局部的一些需要去点的地方，
是吧？通过点一些胎点啊，适当的去丰富一下。好，欢迎新进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哈，可以点左上角头像加关注哦。有每一次提醒呢，每一次直播呢都会给大家提醒的哈。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美好的周末就可以从咱们这张高山流水的这种山水作品呢开始啊。周末了，咱们要拥有双倍的快乐。现在应该也赖床了，也差不多该起来了啊，都应该差不多起来了。然后我们把这个边角不能画成一个特别宽的一个瀑布了，特别宽的一个喇叭形了，是吧？我们要给它往下面，往中间走一走，笔锋要聚起来。如果你要画这种精细的这种轮廓，对不对？啊，精细的轮廓，聚一聚，然后往下面走的时候平整一些。平整一些，啊，淡墨呢去适当的去皴擦底部，好，勾勒一下。这个虽然虚，岩石底部虚，但是中间它是要见到什么一些轮廓形的啊，它是要有一些形态在里边的，不能完全是一块这个纯的墨块是吧？它要有轮廓，它虚的是什么？对比虚的是这种。细节可以，比如说虚一点点，但是基本的造型和轮廓啊，我们还是要给它带出来的哈。不能，你如果轮廓形儿都没有了，我们中国画讲究什么？既要有笔墨，又要有造型，是吧？一些比如说大的画家、老画家，他一笔下去，既有笔墨又有造型，那种就很舒服了。但我们画这种是属于小写意嘛，属于小写意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兼顾一些细节的哈，兼顾一些细节。好，我们把这个水流的感觉呢，大概的给它体现出来啊。学浪和抖音下单是一样的吗？是一样的。好，你只要下单的那个课程的回放是咱们一朵云是吧？它就没有错啊，就没有错。好嘞。好，用淡墨的方式是吧？可以把底部都给它衔接，中间你看我们留一点白是吧？把这种水雾升腾的味道是吧？水雾升腾的气息给它带出来。当然，这个水流中间细节我们还没有刻画，马上就可以给它衔接起来了，好，这个笔以前我们有一种说法啊，就是这种听起来好像怪奇怪的，就是说笔当的偷来的用，就是你不用把它太珍惜它，该画画该这个什么去为画面服务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为画面呢去考虑啊。当然，画完画之后，很多小伙伴忘了洗笔，第二天画画的时候是吧，笔都是印着的，有没有这样的？有的话敲个一啊，是吧？还有煲老汤的是吧？笔洗永远不洗是吧？都有，就像你家的那个泡菜一样，都有味儿的。嗯。好，我们来点淡墨哈，从上往下给它画点水流。这个时候要耐心点，尽量把这个线条画的细一些啊，不流畅一些啊，流畅一些。你看还不少呢，习惯要养好啊，习惯要养好。好，好，这是水流的这种线条，对不对？我们今天要给它画出来。好，这是水流嘛，它中间的一些小的细节，我们要给它带出来。只有画了这些线条之后，我们的画面它才能看起来更加的什么？它才能看起来更加的这个细致，有宽有窄，流畅度呢适中。好，把墨色稍微的浓一点点，稍微的浓一点点。
水流是不是画下来了？中间它还需要一些浓重的墨色啊，它不能只是这个什么，只是一个大的线条。好，把这个该加重的地方可以重一点点。如果旁边没有干，那你就慢一点哈，就不着急。中间这块啊，我们还需要给它添加一些细节。来，添加一点细节。水口前方，我们呢需要给它加重点儿。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画面的这个墨色的对比关系，它看起来才能更加的丰富。我们说过，水口转折这一块啊，它需要这个什么重一些、浓重一些去对比，从上往下逐渐的变虚。虚的话就是对比弱嘛，对不对？虚的话就是对比弱，实呢就是什么对比强嘛。你看我们勾的这些线条。都给它加的重一些，两侧加重，中间水流就显得更加的洁白，对不对？好，水的这种流畅感大概出来了。还有就是什么，现在可能看起来不够平整，是因为我们左边的岩石啊，不管是染色也好，皴擦也好，还不够平整，还不够平整，对不对？对不对？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把上面的细节给它带出来，上面的细节带出来之后，就可以开始染色了。在我们的画面左侧，画面的左侧从上往下。平台顶面和侧面，我们是不是稍微的区分一下，用相对淡约一点的墨色，淡约一点的墨色，给它区分出来，然后用淡墨，给它衔接，然后接下来这山头上面点这种茂密的叶片。我们画这个茂密叶片之前，这种大的虚或者大的概括之后，我们中间稍微的来一点点这个什么勾勒或者皴擦的小的细节，比如说我们来一点点这个小的树枝，是吧？左上右下的，我们小树枝，生发到这里，这个小树枝是干嘛的？因为这么多茂密的叶片，它中间肯定是需要一些树枝来支撑的来支撑的。可以先用生宣的宣卡，因为对于很多初学的小伙伴来讲，去完全驾驭生宣呢，有一定的困难，目前呢，没有给大家推荐，就是说生宣纸。你说纸张如果说什么好的话，那个我们肯定是要比较推荐性价比比较合适，对于小伙伴们学习起来比较方便的，对不对？好，目前呢，我们只是给大家推荐了一些宣卡，那个上手就可以用大家都可以用。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右边我们呢可以再稍微来一点小的细枝，好吧？来完之后，一会儿可以给它点开一点。茂密的叶片，点。好，稍微来点芝麻，我们用精细点的笔。这个纸张啊太长条了，是吧？我得顶着肚子画，顶着肚子画。是不是小伙伴们有的开始已经做饭了一会儿做饭的时候当心锅别烧糊了。周末我们就要愉快一点点来画画，也不用担心画坏，你就要先动手，是吧？你先学会这个是去尝试、去验错，然后你才能自己更好的得心应手的去画，对不对？好，不要想着说我一上来就
哎，要怎么着，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你就给自己太大压力了。画画的时候，有的时候是需要大家感性一点的啊。感性之余，是吧？我们像画到一定阶段，你需要一些理性的这个升华，那个再来。然后这样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要稍微放松一点，有一个验错的一个过程，好不好？大家上午好，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啊，可以点亮咱们的这个什么，点左上角的头像，点关注哈。以后的直播呢，我们都会给大家预告，来用比较浓重的墨点，把这个你比如说芥子点也好，或者我们直接用的这种小笔点，胡椒点，我们中国画的这种技法，经常讲有一些城市化的地方，画这种叶片，我们在点的时候呢，它有一些很多的符号化，很多的符号化。这种符号化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它概括了一些共性的一些规律啊，然后呢会反复的使用，是吧？通过这种笔点来体现一种茂密和繁茂啊就可以了。它并不需要你去画里边的颜色等等之类的。好，在咱们的右边水口左侧画的这个树啊，它是比较浓重的。然后在这边角，我们要点上一些胎点，点上一些胎点。点上一些胎点，然后呢，去丰富和衬托咱们的画面，对不对啊？是要进行一定的概括，然后让这个画儿看起来更加的松动啊，或者说更容易去表现。好，越往左边走，也要去叠加这个叶片，但是墨色呢很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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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从上往下。给它茂密的点出来啊，就是显得远处啊它是有一定的细节的，但这块可以点出一定的树的姿态来。你能点出来就点出来，点不出来你至少体现出一定的茂密感，体现出一定的茂密感都可以。我们需要给它点到这个接近于纸张的边角，接近于纸张的边角。好，然后在这个树叶的底部啊，我们还要给它点上一些小的点，是吧？给它茂密起来，茂密起来。岩石上方不可能让它完完全全纯粹的一块留白，是吧？远处嘛，我们要让它虚一些，虚一些。好，稍微耐心点哦，我们一会儿染完色哦，画面今天辛苦了这么久，是吧？画面效果一会儿就可以出现了，再过10分钟吧，5分钟左右，我们这个画的效果就可以体现到大家的眼前了。胎点大家应该都是比较熟悉的了，饱含笔墨的去点。好，松动一些。好，墨色再淡一点点，再淡一点点。来，退员，看一下整体的视觉效果哈，整体的一个视觉效果，好，是吧？大致的感受是不是有了？大致的感受是有了。
好，我们来整体的调整，整体的给它点上一些胎点，包括一些杂草叶片。胎点先给它点在这个，比如说岩石的这些缝隙转折的地方，是吧？好，它这个一点之后，画面呢看起来上下浓重的地方，它要有一定的呼应不能太过于着急哈，不能太过于着急就去着颜色了。有小伙伴就是，我喜欢颜色，早不早的就开始染了。染了之后呢，但是发现颜色出来之后啊，这个对比效果也不太好，又要再去叠加，然后没有干的话，就容易出现问题了。好，从上往下可以加一些杂草，是吧？岩石上面，因为这个岩石呢过于面积比较大细节呢我们就需要通过这种草啊、点啊之类的去给它丰富出来，不能点太多，是吧？适当的一些位置呢加一加就行。可以墨色相对浓重一点点，从上往下是吧？适当的交点，不要比比平行哦，不要比比平行。好，再来。好，再从左侧。如果你觉得加不好，怕加的散乱了，那你就少加点甚至于可以简略的处理一下就行不要加太多。左边也是哈，左边还有一些没有干，我们就先不加这个草了，把胎点先给它加上。适当的在转折的位置或者墨色呢比较深的地方我们点上一些胎点。在这个岩石的边角这一侧，是不是？他画了不少的这个草呢。它中间是有一些小细节的。我们画大面积的时候，大家是挺爽，是吧？几笔夸夸夸就画完了。但是细节的地方我们也不能忘了，是杂草。墨稿，现在纯墨色的地方，大家喜欢这样纯墨色的效果吗？有没有啊？如果说这个纯墨色的是吧，大家也能接受的，可以敲个6，敲个6。我们看一下大家的口味啊。如果只喜欢颜色的，你敲个5啊。好，在这个左边我们呢再来一点重墨，是吧？都能接受。好嘞。好，其他地方没有干的太多，我们就先不去加，然后接下来我们开始着颜色了啊，更多的细节呢，我们就先不管，回过头来慢慢的去调整。小伙伴们这个就要画了这么久，可以开始出效果了。大冬天的，手冷了吧？来，赶紧搓一搓。好，拿出一个干净的碟子然后我们先用朱砂把我们的叶片给它点出来之后再来染，不然一会儿湿了之后我们就没法点了，对不对？先用朱砂来点一点，截下图是吗？行，稍等啊，稍等，我把这个碟子收一下，然后把它倒过来，大家就可以截图了。回放在哪里？回放就在小黄车里边。好，大家可以截一下截一下。当然这张画还有很多的细节，我们添加的不是特别的丰富因为我想到一会儿大家是不是又要吃午饭了，是吧？吃完午饭，大家还要一个午休还要做一个美美的白日梦。梦里边呢，周末嘛，那应该啥都要有。接好了敲6接好了敲666接好了敲666。接好的小伙伴呢，可以在群内呢给我们的小伙伴们分享一下，好不好？给大家分享一下。来，推进点镜头。来，我们先用这个朱砂的这个颜色拿出一个干净的笔，有笔锋的，狼毫也可以，用狼毫吧。我们来点这个叶片它是红色的，对不对？我们说秋冬时节的枫叶丹林我们就要带出一些带有颜色呀风貌的这种
感觉，来推进啊，推进，慢慢画更惊艳是吧？大家又有耐心吗？啊，我倒是可以慢慢画。来，我们在这个树的上方，这个树的上方是吧？把这个叶片好给它带出来，在咱们这个叫啥？点叶树、假叶树的边角，咱们都要带上。记住点这个颜色的时候，大家记住啊，点这个颜色的时候，我们要尽可能浓重、厚重一点，就是而且呢，要颜色或者说水分都要饱满啊。它是在这个颜色呢，这个树叶是在后方的哈，它是在这个前面画这两个树的后方，所以它只有顶部才有，顶部才有。顶部才有叶片嘛，它就应该滋润一点点，是不是？那么像树干是吧，老干，那么在画的时候它就要枯涩一些。那么在枯笔表现的时候，就要体现出我们的笔墨的味道，或者说控笔的能力。那这个时候呢，就要体现出这种滋润的画面的节奏，一枯一润是吧？一浓一淡。好，接下来依然是用这个颜色吧，这个朱砂的颜色。在咱们的这个左侧这个叶片上面，好，不要弄衣服上了啊。当然，这个洗也都洗得掉啊，都洗得掉。弄衣服上的话也不影响。自己画瀑布画乱了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这瀑布我们会经常画到，瀑布无非就是左右两侧岩石相加，是吧？相互映衬就出来了嘛。左右两侧给它点一点。好，然后再来给它上面用淡一点的颜色吧，我们点出一棵树的一个姿态来，稍微淡一点，把这个叶片该密集的地方密集下来。现在可能颜色看起来非常跳跃，甚至有点突兀啊，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最后还要用赭石色给它统筹我们的画面统筹咱的画面。好，这块是树叶中间呢，我们需要这种茂密的这种朱砂的点。茂密的朱砂点，边缘呢可以稍微的松动一些，就是有一些破碎的笔触，是吧？细碎的笔触应该说是。边缘参差开哈，参差开，不要都衔接到一起。好，然后我们再来，在这个画面的右侧，我们再用这种朱砂的颜色呢，给它把画儿上方是吧，也给它点出来。这块点了之后，它是旁边那个也需要用一点点藤黄，是吧？用一丢丢藤黄就可以了。你看，我们可以用这种这是或者这个颜色画的是吧，来体现一点芥子点也是可以的，芥子点也是可以的，左边也是一样。像柿子是吧？秋天的柿子，好，然后咱再来，好，大概的树的一个姿态咱就给它画出来了，就给它画出来了。这是左侧。我们虽然画的不是特别的细致吧，但大概的效果还是能体现出来啊。喝点水是吧？来，我们干了这杯冬天里的这杯热水。来，再用淡墨把左边
茂密的叶片给它点出来，根据这种出汁的方式啊去叠加。它其实颜色里边也是有浓有淡的哈，它画的这个淡的地方其实很多，只是在局部呢突出了一些浓重的墨色，然后它颜色看起来画儿就会比较舒服。好，在边角，在左侧的边角继续。这一侧我们点的时候呢，可以稍微的松动一点，因为它不太需要体现出多大的姿态的时候，我们就更好方便去点了。前方需要用更多的颜色，后方这块呢就更加的直白。我们今天可能会多耽误一点时间啊，如果不着急的小伙伴呢，可以多看一看啊。当然，你如果在干饭了啊，边吃边看也可以。我们来点藤黄吧，来点藤黄，把这两侧，它不是有两侧都有这个偏藤黄一点的颜色吗？好，加点水调和一下，是吧？藤黄加一点点朱砂，这个颜色呢，它就有一点点像赭石色了，对不对？好，然后这个时候呢，是吧？秋天的这种树叶，它各种各样的，橙色的、黄色的都有。好，它前方我们留了一点白，这个是干嘛的？是因为我们后面还要加这个叫什么？绿色的一棵树，在我们的这一侧，是吧？加的这个树，它要偏黄一点点。好，然后用比较枯黄一点的颜色，黄一点的颜色，是吧？甚至加点水。颜色现在可能比较鲜，以后我们用赭石统筹之后，画面呢它就会更加的协调和统一了。吃饭了吗？这个，如果你在干饭，你也可以顺着网线给我来一口，是吧？好，然后我们把这个右侧的这棵树，是吧？好，点出来了。好，旁边点染这些颜色就更方便了，点染这些颜色就更方便了。好，小伙伴，来，接下来我们上方可以先最后点，我们先来把大体的效果染出来。好，这个时候我们一染呢，画面的这个整体的感受就出来了。换一个干净的碟子，拿出我们的赭石色颜料，我们用的是玛丽的24色，在我们的橱窗、我们的小黄车里边都有，对吧？有需要的可以去看一看。也有12色基础款，对吧？也有这个樱花的12色。好，根据自己的需要，你可以去挑选。那么使用的颜色是这个，然后我们可以用白云笔，是吧？用白云笔就是羊好吗？羊做的毛，羊毛做的笔啊，羊毛做的笔。好，淡一点的赭石色，淡一点的赭石，把咱们的这个岩石啊，稍微的加一丢丢淡墨，啊。这个24色呢，它是矿物质颜色，它是质量比较高的，所以它染出的颜色呢很透，而且杂质少。好，从下往上，是吧？从下往上，我们把这个岩石都给它染了，我们主要染在这个什么岩石偏亮的地方，用赭石色。哎，有小伙伴可能会问，老师平常不是这个
不染赭石色吗？颜色其实你都可以，你想怎么用都可以，只不过呢，就是说你不同的画面追求效果不一样。偏暗的地方我们也会带一带。这个画主要是以赭石来烘托这种秋季，你看它是人家主题就叫这个叫秋林嘛，对不对？秋林嘛，秋季的这种氛围是什么样子的？红彤彤的，暖洋洋的，是不是？虽然我们已经刚过了秋季来，接下来我们来开始画这个染一染后方。染后方的时候，我们可以加点水，把赭石色呢弄得更淡一点点哈，赭石更淡，然后从上往下。好，如果你的这个点的这个叶片还没有干，你就稍微注意一下，不然它一会儿晕到这个画上面了。加点赭石，加点墨往底部是不是去给它染？虽然是赭石色，你看我们都可以给它画出层次感来，都可以兼顾一定的层次，好吧？然后再从左边，再从左边，再从左边是吧？我们给它点染到这里，好，点染到这里。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远山需要用赭石色染的地方是吧，也用它给它染出来啊。赭石，好，水呢可以染的这个赭石色呢可以多一点，水呢大一点点，淡一些哈，淡一些。把我们这个水流两侧的这个岩石都用我们的赭石色染出来。当然，你可以用大一点的笔用大一点的笔，你可能染起来效果会好一些，因为面积比较大嘛。如果是小画，你就用小笔。好，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关注，以后我们每次直播都会给大家进行提醒进行提醒。当然，也可以呢点亮粉丝灯牌，进入我们的这个黄色的粉丝灯牌，对吧？穿上我们的黄色小马甲，也可以成为咱们的团宠，在我们的群内可以获取高清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每一天都会提前一天呢给大家直播相应预告相应的这些材料预告相应的材料。左边，左边。好，这边呢是要接到纸张的边角的所以我们在染的时候呢，就要染到纸张的边缘去。从上往下，把瀑布是来给它带出来。用赭石色染的地方呢，稍微的就是统筹了一下吧，稍微的统筹了一下。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用这个花青用点花青的颜色，换一个干净的碟子小伙伴，用一个干净的碟子，拿出我们的花青色来，把这个花儿我们就要给它统筹起来了。它用的颜色不多。我们先把右侧的岩石先给它染了，染了之后再来加藤黄，给它染这个树叶，
花青呢并不用特别的重，并不用特别的重，好吧？好，在咱们岩石的这个右侧，这样吧，我们还是给它来一点点赭石，扫在这个石头上，先来一点赭石啊，淡一点儿也可以，淡淡的赭石色，把我们这个底部的岩石稍微的扫一下。好，最后我们用花青的这个颜色。没有干的时候，就看哪个颜色是吧更重一点，它就可以覆盖，或者说更加容易凸显出来。好，然后左边是吧？左边树叶是不是也给它稍微的染了染？好，赭石对不对？赭石你可以同样把我们这个水面，甚至于调和点赭石调和点花青，把我们的这个水面的岩石都可以是吧带一下，都可以带一下。水太多的话，怕它晕出来，吸一吸啊，吸一吸。好，淡淡的花青，我们要来调整，用花青来调整什么地方？来调整我们的这个，或者说来衔接一下我们的这个水雾，是不是？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用花青哈，用花青把底部水流的位置都用花青色扫一扫，下面对比要虚，上面对比实一点点吧，对比实一点。再用一点花青色，把我们这个瀑布水口是吧，底部这个侧面也是给它稍微的扫一扫，稍微的扫一扫。好，左侧的这个右侧上方水流啊，远处给它暗示一点点轮廓形儿，在那儿。每天9点半就开始了，你10点来就有点晚了哟。好，用花青调和一点点这个藤黄是吧？调和一点点藤黄，形成我们的所谓的芝绿色，对不对？芝绿的颜色，当然花青可以多一点，花青可以稍微的多一点，花青多一些，加点水，这种芝绿色去染啊，纯度都不要太高，颜色不用太别浓啊，把我们前方的这种树叶再给它染出来，啊，有绿色，有红色，还有黄色，这个画颜色相当的丰富，是吧？相当的丰富。红色和绿色为什么咱们这么衔接，它不会显得突兀，对不对？有没有同学想过？因为我们的这个纯度是降低了，是吧？颜色的纯度是降低了的，所以它看起来要更协调一点。好，然后我们再用这种介质点颜色的介质点，在这个树叶里边，其实冷暖相间。一般我们在着色的时候，我们以前可能有很多老师给大家讲过，是吧？红配绿，是吧？一定要注意了，是吧？一不注意，这画出来这个颜色呢，它就可能很难看，对不对？好，但是呢，你要搭配的好，把它的纯度适当的降低，是吧？或者说它的这个明度适当的这个去调整，它其实也可以很和谐、很协调。好，然后这叶片大概根据这种出汁是吧，点出来之后，它就能暗示出它的一定的姿态感，暗示出它一定的姿态感。
记住啊，绿色是用的比较少的，这种支绿是用的比较少的。你要用多了，这个画儿它可能也会显得奇怪，是吧？也会显得奇怪。你就先用少一些，它主要有一种，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个颜色的时候，它也会有面积大小的这种区分一下。太过啊，这个它的这个就偏了。感觉用三绿染好看是吧？都可以。它这个里边加了一点点墨在里边染的，它整体是因为用了一些这个作者原作嘛，它是用了一些淡墨先染了之后再来染色的啊。它的画染的时候它会强化空间啊，强化空间，因为咱一会儿大家伙儿就要去吃饭去了，我们就比较快速的给大家把这个大效果呢展示出来。用赭石是吧？用赭石色可以把左边的树叶当中的留白啊，用我们的赭石色给它统筹出来啊，统筹出来，好吧？在树叶里边是吧，有一些白点，咱们呢都要用赭石统一一下。在水口两边的岩石，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加重点，适当的加重一点点。好，远处我们依然是需要用一些虚淡的云雾啊，虚淡的云雾。当然，这些画儿我们还可以往细节里边深入去画。顶部要上一点颜色，要用一点花青，淡淡的花青，把我们的这个树叶是不是染上？当然，为了呼应下方这么暖暖的这种树叶，我们还会用到比较多的这个朱砂之类的淡淡的朱砂的颜色。好，为了体现出原山的这种空蒙和叶片的这种茂密，需要用一点这个花青去点染的啊，去点染。终于看到直播了，周末呢，大家是吧，都有时间，都有时间。好，来一点点，你用赭石色或者说用朱砂调和藤黄都可以，在这个上面的这个树叶上方啊，去给它点。后面呢，就不要点的特别跳跃了，是吧？有一点暖暖的颜色跟下方能够呼应上就行，上下左右，我们说兼顾一定的呼应。对吧？好，那就是把这些点呢大致做到和谐，哎，就够了。终于能甘心看直播了，是吧？好，以后也可以，如果时间不太方便的，或者怕错过自己喜欢内容的，或者自己平常闲暇的时候呢，想要巩固内容的，可以呢考虑选择我们的这个回放的这个视频，当然里边还会给大家赠送相应的一些课程，都在陆续的更新当中啊，目前呢已经更新了一些视频了。好嘞，各位小伙伴。咱们今天画的这张案例呢，大体的一个视觉效果，就可以画到差不多这里啊，就可以画到这里。大家画的如何了？如果大致也跟着画出来了，哎，来敲个666，好不好？几毫升的是吧？24色的是，这上面没有标哎，我给大家看一眼吧。这个是玛丽的这个12色，它是12毫升的，然后这个是24色，是9毫升的啊，这上面有9毫升的，这是矿物质颜色，颜色非常的纯净明丽，是吧？
有的时候你不用加这个赭石，它都能够很明亮啊。春江万物啊，矿物质颜料高体细腻，染出来没有杂质。好，而且视觉效果也很透。我给大家稍微的截个图啊，有需要的可以截一下，可以截一下。好的，推远一点点啊，来推远点。截图截上了，可以呢敲个5啊，截上了敲个数字5。有问题呢可以问啊，有问题可以问，好不好？有很多小伙伴可能是啊，我要去吃饭了，对吧？那祝大家用餐愉快，然后呢，中午午休的时候呢，做一个美梦，是吧？做一个美美的白日梦，美美的白日梦。周末了就要畅享双倍的快乐，可以来2颗大白兔，给我们的生活呢来一点更多的愉悦和清甜。大白兔奶糖，几代人的回忆，对不对？我们年轻一点的小朋友是吧？包括我们年长一点的朋友，可能呢都有感受过，都有感受过，好吧？好嘞，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到时候的这个回放的学习的班级群，在学浪上方，我给大家简单的示范一下，在学浪里边是如何去操作的啊？我给大家简单示范啊，如果你着急吃饭的小伙伴，现在我们就画一道纯洁的分界线，你就去吃饭吧啊！欢迎新进入咱们直播间或者没有点关注的小伙伴点一下关注啊，好不好？点关注不迷路，以后我们每次直播都会给大家提醒。我们刚说到了，现在呢，更多的是以兴趣的方式带我们的小伙伴来感受
来体会我们山水画的不同的技法表现形式，还有呢它的比如说浅酱的呀、青绿的呀、水墨的呀，对不对？古代的呀、现代的呀，我们都会带大家感受到。煲的排骨汤，对吧？那就顺着顺着网线啊修一修就好了，真香啊，真香！如果有的小伙伴那个快递目前因为其他原因发不了或者还没收到的呢，可以问一下客服，好不好？啊，好不好？手累了就不用点了，手累了就不用点，我们就是方便的时候就点一点就行，好吗？啊，别太累着自己的手。这首歌听完我们就直接下播了啊。好的。好了，各位小伙伴们，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喽。大家去吃饭吧，去吃饭吧。我们明天在同一时间，在我们的9点半和大家相见。拜拜，拜拜。书法买笔也可以用尖好，也可以用尖好，也可以用咱们的羊好。这些笔呢，书法、绘画都是一样用的，一样用的。都在小黄车里边。拜拜拜拜，祝大家做一个美美的白日梦。拜拜拜拜，周末愉快。